乌斯怀亚港作为地球距离南极大陆最近的港口，最主要的业务就是承接前往南极的船舶中转和补给。不过，这港口并不算大，一条商业码头，一条油料补给码头，一共也就不到10个泊位。旺季的时候，泊位经常不够用，很多船只要在近海锚地抛锚，人员靠接驳船上岸。此时的港口泊位也已经几近满载，而且大都是悬挂不同国家国旗的科考船，不仅有北欧的科考船，还有华夏、美国、英国以及日本、澳大利亚的科考船在这里停靠。因为这几天德雷克海峡风浪大，这几艘科考船都在乌斯怀亚等待出发窗口。据说南极半岛、大陆以及群岛还有不少要赶着最后窗口下撤的邮轮和科考船，也在等待返回的时间窗口。等最后一批南极游客以及夏季科考队成员都撤回乌斯怀亚之后，今年夏天的南极旅游季将正式宣告结束。等最近下撤高峰期过去之后，乌斯怀亚港在未来半年里几乎不会再停靠商业邮轮，仅剩下货轮以及各国科考船停靠。那个时候，乌斯怀亚也会进入真正意义上的淡季。关于乌斯怀亚港，还有一个小小的窍门，因为许多去往南极的行程都要提前很久预定，价格也因此十分昂贵，不是一般人能承受起的。但如果船到了出发之前还有余票的话，价格会打骨折。所以，很多背包客为了用最具性价比的方式抵达南极，根本不提前预订邮轮，而是在南极旅游季的时候直接飞到乌斯怀亚，然后在这里等有余票的船再去往南极。那时候可选的船也很多，捡漏也相对容易。中巴车直接开到码头上，行驶至北欧科考船跟前才停下。见到中巴车回来，船上立刻下来几名男性，热情地跟叶晨几人打招呼。他们对4名气象专家全是讶异，也有些惊奇。但上级给他们发出通知的时候提醒过他们，声称4人身份涉及国家机密，让他们不得过问。于是几人虽然惊奇，但也都表现出很好的专业素养，没人多问任何问题。其中一位年纪约50岁左右的男子上前一步，对叶晨说：“路易斯先生您好，我是北欧科考船伊利亚特号的船长约翰·托雷森，您可以叫我约翰。欢迎您和3位女士登船。”叶晨有些惊讶，没想到北欧唯一的科考船竟然叫伊利亚特号，那就是以皇室的姓氏来命名的了。看来北欧对皇室的尊重确实比其他君主立宪国家要强上一些。随即叶晨客气地与他握了握手，说：“你好，托雷森船长，接下来几天要给你添麻烦了。”约翰·托雷森不太清楚叶晨这几名气象专家到底隶属北欧什么部门，上级同步消息的时候还特地交代他们不可多问，不可干涉，还要尽可能的予以方便。所以他甚至以为叶晨他们几个可能是军方的人，可是心里又隐约觉得不太对劲。军方移民可是很少的，哪能一口气来这么多亚裔？叶晨看出他眼神中的疑惑，心想登船之后就找个机会，给船上的人都来个心理暗示，以绝后患，一劳永逸。伊利亚特号是一艘刚下水不到5年的破冰科考船，吨位 1.2 万吨，破冰能力3级，1.5米厚的冰层也能畅通无阻，能够全年在冰封的水域作业，无论是南极还是北极都不在话下。登船之后，船长带领4人参观了一下船上的设施和布局。船很大，除了底部的轮机舱、货舱之外，单是各种实验室就有10多个，餐厅、图书馆、健身房等公共设施也是应有尽有。随后4人跟随船长来到船员船舱，这里有各式房间40多个，共有3种房型：单人间、双人间和4人间。科考工作人员标配双人间或者单人间。船上的工作人员除了船长和大副之外，其他一律住4人间。这次前往南极的主要任务是运送物资，再将科考站的科研人员撤回来，所以整艘船一共只有20多人，加上叶晨他们4个也不足30人。
叶晨和林婉儿各自选了一个单人间，云如歌和宋如玉在一起住惯了，所以便要了一个双人间。科考船的房间自然比不上商业极地邮轮那么奢华，但也绝对算得上干净整洁，该有的设施基本都有，不但有独立卫生间，还有24小时热水和淋浴，对4人来说已经完全足够。船长帮助他们安顿好之后，便开口道：“4位稍微休息一下，咱们1个小时之后是晚餐时间，晚餐开始的时候我们会有广播通知，您听到广播直接去餐厅就好。”叶晨轻轻点了点头，随后对他用了几分灵气做了心理暗示，嘱咐他晚餐的时候记得让所有工作人员都到餐厅，我想跟大家见一见。船长下意识的爽快答应下来，笑着说道：“没问题，您放心，我会把所有人都叫过去。”叶晨点点头，便道：“那您先忙吧，一会餐厅见。”“好的，餐厅见。”船长走后，叶晨便对3位女士说道：“一路飞行，大家应该也有些倦怠，咱们先各自回房休息，收拾一下行李，毕竟船出港还要等4、5天，路上再航行3天的话，至少也要7天才能下船。”云如歌说：“叶先生，我看这船上船员看到我们都有些惊讶，可能我们4个亚洲面孔对他们来说属实有些不太正常，这不会有什么风险吧？我和如玉倒是无所谓，主要是担心林小姐的行踪暴露，毕竟这船上也到处都是监控。”叶晨微笑道：“这个我也感觉到了，不过不用担心，我刚才已经让船长晚饭时把所有人都叫过去了，到时候我给他们一起做个心理暗示，让他们全力以赴的给我们方便，同时不对任何人泄露我们的行踪。至于监控录像也很简单，我让他们的技术人员开个接口，让我们的 AI 大模型把所有存储下来的监控录像都做个处理，把我们存在的痕迹抹除掉，这样基本上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。”“那就好。”云如歌放下心来，微笑道：“既然叶先生都有所筹划，那如歌便不瞎操心了。”叶晨微微点头，笑道：“等晚饭做完心理暗示，2位就可以在房间里安心闭关了，或者来找我一起闭关也可以，这几天不出门也不碍的。至于林小姐，可以让他们把餐食送到房间，有什么想吃的也可以交代他们，他们到时候肯定会全力照办。”林婉儿试探性地问：“公子若是也要闭关，那奴家可不可以和你们在一个房间待着？不然一个人总是觉得不踏实。”叶晨笑道：“当然没问题。”当叶晨4人分别回到房间时，距离乌斯怀亚约莫3000公里的一座岛屿内部，吴飞燕正在自己的寝宫盘腿打坐，在她的面前摆放着5颗形态、大小都不一样的玉石，她不断运转吐纳之法，从5颗玉石中汲取着宝贵的灵气，直至玉石中所有的灵气被吸收殆尽。这5颗玉石是吴家人费尽心血在全世界搜刮而来，再专门献给他的。过去这300多年里，吴飞燕一直没有停止在全世界搜寻各种奇珍异宝、灵石法器，早些年收获颇丰，各种好东西源源不断地送到他这里，不但帮他打得了泥丸宫，修为愈发强大，更帮他笼络并建成了一个自己的修士部队。但是随着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，那些奇珍异宝反而越来越难找，很多需要1000年甚至万年才能孕育出来的天才地宝，因为气候变化以及人类活动的影响，在成材之前就慢慢绝迹。末法时代，天才地宝本就罕见，这其中绝大多数又在成材前早早夭折，所以也就变得更加罕见。近些年，炼制丹药的药材稀缺，能直接吸收灵气的灵石更是罕见。可是按照吴飞燕现在的修为，莫说5块灵石，就是50块，也未必能带来多大的提升。所以一种修炼的无力感，在他心头逐渐滋生，并且感觉越来越强烈。他知道自己的人生已经进入最后的1/5，若不是吃过万古长青丹，自己就算能活100岁，现在也已经年过80了，剩下的不足100年，
弹指一挥间，抓不到林婉儿，拿不到师尊那枚戒指的话，自己只有死路一条。可是，就算抓住林婉儿又怎样呢？抓住她，未必就能拿到那枚戒指。就算能拿到那枚戒指，也不知道那枚戒指中到底有没有百转千回丹。如果没有丹药，只有丹方，那就更加麻烦。自己能不能凑齐炼制百转千回丹的材料？就算找到了材料，自己的修为能不能把百转千回丹炼出来？这些问题每多一个，成功率都会大大降低。更何况破清会的背后还有一个神秘的敌人，那个人就像一颗定时炸弹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忽然爆炸。综合来看，能不能活到下一个500年，吴飞燕越来越没把握。一想到那个神秘敌人，吴飞燕心中就更加烦躁。她立刻叫来自己最信任的吴天林，询问他摩洛哥那边调查的怎么样了，有没有找到那人以及那些死士萧其卫的相关线索。吴天林惭愧地说道：回英主，属下已经先后派遣多批人马前往摩洛哥调查，至今不曾发现任何线索。那些人就像是从摩洛哥人间蒸发，无论是各大港口、口岸，还是摩洛哥国内各条交通路线，都不曾发现任何线索。吴飞燕愤怒地将一块干涸的灵石捏成齑粉，冷声道：岂有此理！几千人直接人间蒸发，怎么能做到一点线索都不留下？就算是一把火烧了，至少也会留下骨灰才是。吴天林感叹：英主，我们的敌人肯定是一个实力强大的组织，不但有强大的修士，还有强大的现代化战斗力。塞浦路斯的近防炮就是最好的证明。他们的行事风格极其谨慎，几乎不留任何线索，追查起来恐怕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。吴飞燕咬了咬牙，又问他，自所有驻地大换血完成之后，有没有发现敌人的踪迹？吴天林摇头说道：回英主，属下已经在每个驻地增加了大量暗哨以及监控，也一直在关注每个驻地的情况，至今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以及可疑人员靠近。属下以为我们的敌人已经知道大换血计划，所以不会再冒险攻击我们的驻地了。吴飞燕叹了口气，不再攻击驻地，证明我们的大换血计划起到了很好的效果，但这也断掉了敌人的线索。我怕他就此收手，那可能就再也抓不住他了。吴天林单膝跪地，拱手说道：英主，属下斗胆说句大逆不道的话。吴飞燕嗯了一声：你说吧。吴天林道：英主，如果对方真的就此收手，虽然我们的损失无法挽回，也无法报这几次袭击之仇，但起码可以不再被他们分心。属下觉得眼下最重要的还是要早日将林婉儿抓回来，其他事情都可以放一放，您觉得呢？吴飞燕沉默良久，才轻轻点了点头，道：你说的没错，眼下吃点亏不要紧，对方既然也是修士，几十年、100来年肯定都在那里，若我能解决百转千回丹，有的是机会慢慢把他们找出来，一个个杀掉。说到这里，他表情狰狞阴狠地低吼：我吴飞燕骄傲一声，可以吃亏，但绝不吃哑巴亏，谁惹到我，都要付出千倍万倍的代价。接着他冷声道：传我命令，吴家所有人及所有节度使、骁骑卫全力以赴寻找林婉儿的下落，谁能找到林婉儿，赏100年阳寿，100亿资产；谁能抓到林婉儿，加赏全家100年阳寿。